我们常常说华夏5000年文明，其实说的呢主要是中原文化。可是古代南陵以南呢，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广西、两广一带则被称为蛮夷之地。然而就在这个地方4000多年前，却留着一个惊世的宝藏传说。《岭南志怪》一书中就记载，晋阳王与何龙君皆可行水府，就是指他们二人可以潜水进入水宫之中。那么他们到底是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大家好，小唐。故事呢就要从1983年说起了。在广州的象岗山上的一处建筑工地上，一个工人的锄头呢触动了一块石板的机关，一个沉睡了2000年左右的古南越国王墓呢就慢慢的浮现了出来。墓主身披金楼玉衣，腰悬十字剑，胸前的金印刻着4个字文帝行喜。金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他竟然是南越国王赵佗的孙子赵昧。史书中记载得到了验证，中国的秦汉史和越南地区的历史进程由此被改写。南越呢又称为南越，是存在于岭南地区的汉朝境内的割据政权，国都呢位于今天的广州市。秦王嬴政时期呢，秦国统一天下，包括现在的越南北中部一带。赵佗呢当时是秦始皇手下的一员干将，所以秦始皇当时把岭南分为3个郡，就相当于现在的两广。那么后来呢，这个3个郡叛乱了，秦始皇就派赵佗去平叛了。没有想到的是，赵佗去平定岭南的时候呢，中原发生了巨变。到了秦末呢，发生了农民起义，秦朝灭亡了，楚汉相争。而远在岭南的赵佗一看，这秦国都没了，我回不去那我也起兵吧。于是公元前203年呢，赵佗起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呢，建立起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在秦朝到汉朝这个期间呢，现今的越南的中部和北部还有两广地区这一带就被称为南越国，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属国存在。那么在汉武帝之后呢，南越国的名号叫百越，紧邻越南。当时的越南的中北部一带又称为交趾国，那里呢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红庞呢是越南最古代的王朝的传说时期被视为越南国家的开端，大概存在于公元前2879年至公元前258年间。根据史料记载呢，越南的历史起源于晋阳王时期。相传神农氏的3世孙为帝名，有子名为帝仪。帝名呢在南巡的时候于五岭遇到了雾仙女，两人生下一子取名为陆续。陆续天生聪慧让帝名特别喜欢，有意呢将帝位直接传授给他。但是陆续不敢奉父之命，故帝名呢仍传位给帝仪，并将陆续呢封为晋阳王，治理南方，国号呢是鬼国。晋阳王后来迎娶了洞庭君之女神龙，并生下了儿子重览，继为何龙君。根据《岭南志怪》一书记载呢，晋阳王与何龙君皆可行水府，就是潜入水中宫殿。而何龙君时常居于水府之中，直到人民有事呼唤的时候才会现身帮忙。他教导身旁的民众农耕种桑，并制定礼仪，规范人伦，传播文明到当地。所以何龙君后娶帝仪的孙女玉姬为妻，生下了白子。传说呢即为百越的始祖。而何龙君与玉姬一为龙种，一为仙种，所以何龙君认为两人水火相克，难以合并，应该分国而治，故决定自己带50子返回水府之中，留下50子呢，给这个玉姬呢在地上建立国家，以文郎为国号，领袖呢皆称雄王，这就是文郎国的起源。而文郎国是公元前696年到公元前的258年，可以说是玉姬之后的历史阶段。当时的玉姬与其子定居在丰州，诸子间自相推举，选出了熊掌作为统帅。根据大越史记全书与岭南志怪记载呢，文郎国的疆域东边到达南海，西边到达巴蜀，北边呢以洞庭湖为界，南边呢紧邻猢狲金国。所以国内领地划分为越赏、交趾、都渊、武宁、福禄、宁海等15郡，由封臣分别治理。所以在行政制度方面呢，国王设下了有宰相，他们称为何侯，将领称为何将，王子称为官郎，而公主呢称为媚鸟，一般的官员称为仆正，奴隶称为烧秤。他们把这整个制度呢命名为妇道。在经济方面呢，文郎国建国初期人民以树皮做衣，煎草为席，酿米为酒，
捕捉野兽，鱼鳖为肉干，所以人民还懂得建筑高脚木屋，以避免野兽的侵害。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文lang国还处于渔猎采集过渡至农耕的一个阶段。相传百姓为了方便进入森林和河川呢，而剪短头发，在尝试捕鱼虾的时候被水中的蛟蛇而攻击，所以人民求告于这个熊王。熊王就认为这是因为山民与水中的族类相异而导致的，因此要百姓们将龙纹、水怪等图形以墨刺画在身上，以避免蛟蛇一类的水族的侵害，成为了百越之民纹身习惯的由来。那么刚出生的小孩呢，他们以芭蕉叶为床，男女婚嫁之时呢，以腊肉为线，以槟榔为礼，以糯米饭送入新房。从此也可以知道，他们有关于婚丧风俗的礼法制度已经粗略形成。那么在《大越史记全书》中文lang国的末期有一段关于山精和水精求亲于熊王的传说。在文lang国，熊王有一个女儿名叫媚娘呢，因为外貌美丽，吸引了中国四川地区的蜀国蜀王前来求亲。当时是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316年期间，熊王本意答应，但何侯认为蜀王的意图是想吞并文lang国，联姻只是借口，所以熊王就拒绝了蜀王的联姻的要求，使蜀王对此怀恨在心。熊王就再次的为媚娘招亲，他认为女儿乃是仙种故来求亲者也必须是才德兼备之人，方能配得上媚娘。那么消息传开之后有2个人前来求亲。原来此2人正是生活在文lang国境内的山精与水精。因为2人皆具贤才，熊王难以决定，于是就与2人约定隔日谁先带聘礼来，就可以与媚娘成亲。隔日呢，山精准备了珍宝、金银、山珍野兽等聘礼前来，所以熊王便依此约定将女儿嫁给了山精。可是晚到的水精后悔莫及于是便做法下起了大雨让河水暴涨，率领水族要将媚娘抢夺回去。所以熊王与山精呢，先在慈连县上架起了铁网阻挡，而水精则通过沱江等各种水路进入陆地，在各地引发了洪水，将陆地淹成了潭渊伺机突袭。所以山精化为神之招来蛮人以竹篱笆抵御水攻，再以弩箭攻击水族，终将水精逼退。所以山精成功的取得了媚娘，而山精与媚娘成亲一事呢，再一次激怒了蜀王。他就嘱咐自己的子孙必定要攻灭文lang国，吞并之。等到蜀王之孙继位之后，为其达成。那么无独有偶在越南的史书上还真的记载着另一个神话传说就与蜀王灭文lang国有关。在中国历史的文献中根据《胶州外域记》记载呢，在很久以前，越南还处于相对原始的发展时期，而土地呢则被称为洛田。相传这种洛田呢就在海边上，田地的大小依潮水上下涨落而定，所以越南的老百姓就靠耕作这个洛田为生，因此被称为洛民。当时管理越南的还有洛王、洛侯，而地方上则有洛将作为主官。直到有一天，宇哥之前讲过的古蜀国被秦国灭亡之前而逃离的一位王子名叫泮，率领3万士兵远道而来，讨伐了这些洛王、洛侯，也将他们一一征服。于是呢，古蜀国的王子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被称为安阳王。在越南的历史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所以约成书于14世纪的30年代。越南陈朝人黎前所作的史书《安南志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安南志略》中就记载，蜀王曾经派遣王子率兵3万，将洛王、洛侯、洛将征服，拥有了这片土地，于是自称安阳王。根据《越南略》记载呢，在周庄王的时候越南的嘉宁部族有一位特异人之士，此人能够使用幻术将越南的部落降服，自称洛王，将首都设立在文朗，国号呢就叫文朗国。所以文朗国民风淳朴，尚未发明文字，还保留着结绳记事的遗风。洛王一共相传了18代，后来呢则如前所记被蜀王王子安阳王所取代。就连后来的越南的官方国史《大越史记全书》呢，也因此将安阳王在越南所建立的政权作为越南史上的第一个朝代蜀朝来记载。可是让人奇怪的是，这个事件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古蜀国的王子为何突然出兵劳师远征呢？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是公元前316年，因蜀国内乱呢，秦国以大夫张仪和司马错、都尉莫3人为将呢，率领大军从石牛道攻打蜀国。当时的古蜀国由于开明氏被秦军所杀，而古蜀国的丞相与太子等人不愿离开故土，于是率兵在冯乡垂死抵抗，也战败死于白鹿山上，所以古蜀国因此被秦国所灭。有了这段记载呢，关于古蜀国开明王的疑问也就渐渐清晰了起来。
开明王是在向南逃的途中被秦军杀害的，但他的王子却很有可能在这场战乱中已经逃离了古蜀国了。我们知道，在古蜀国的最南端，临近辽波的地方，还有一个被称作冰兰的军事设施。或许蜀王在开明王死后继续就一路逃在了这里，又或许他本就在此处驻军守护南境。最终呢，他就率领着3万士兵跨越千山万水，就来到了越南。在安阳王到达越南之后呢，有不少民间传说诉说这个中越之间的共同记忆，其中以金龟筑城和驸马盗弩2个传说最为神奇。相传呢，蜀王子安阳王占据越南之后，改国号为耦合国。那么安阳王想在越赏之地也就是今天的越南的河内修建城池，但每次刚修好，城池就会崩毁。于是这个安阳王就设立了祭坛，斋戒沐浴，向神明祈祷。有一天呢，一位老者从东方来到了城门下，就感叹道说这座城什么时候能修得好呢？那么安阳王大喜立刻将老者请入殿内，行了跪拜之礼，就问道说，每次我快修好的时候这个城墙就塌了，一直都不能建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老者就回答说，有一位从清江来的使者将与大王共同修建城池，就可建成。说完便告辞而去了。那么第二天，安阳王就到东门去查看忽然就看到一只金色的乌龟从东方来，浮在水面上，而且还听得懂人语，自称呢是清江使者，所以知晓天地阴阳鬼怪之事。所以安阳王大喜就说这就是老者说的了。于是将这个金龟就抬进了城里请进大殿，询问城墙不能建成的原因。金龟就说这是由于山精的气而造成的，是前王的儿子为国报仇，并且有1000年的白鸡而变成了精，藏在了七曜山之中，是妖精的余气所变，而死了很多人。如果杀了雄鸡，灭了他的妖精就有办法。于是安阳王就照着这个金龟的方法设计了，将这个白雄鸡除去，除掉了妖精。之后半个月的时间城墙就修建了起来。那么这座城墙有1000余丈大，层层盘旋，如同螺一般，因此被称作螺城，又叫做丝龙城。那么唐代的时候就被人叫做昆仑城。后来呢，金龟在螺旋城居住了3年之后就告辞而归了。安阳王非常的感谢说承蒙你的恩德，城墙已经修建了起来，如果有外敌入侵，我该怎么防御呢？金龟临走的时候就说，国运的盛衰社稷的安危，这是天命，但是人修德呢，能够使它延长。大王要是有愿望的话，我还有什么好吝惜的呢？于是就将自己的爪脱掉，交给了安阳王。他说，你用这个来制作鸡弩，向敌人发箭，就没有忧愁了。说罢呢，他就回到了东海之中。安阳王就命令人制造了弩，用金龟的爪作为了鸡，称之为灵光金龟神鸡弩。后来呢，南越王赵佗率兵向南进攻，与安阳王交战了。安阳王就用神弩御敌，赵佗军大败，因此两军对垒，僵持不下。赵佗请求停战，安阳王当时就大喜许诺呢将小江以北归赵佗管辖，以南呢归安阳王管辖。可是没过多久，赵佗向安阳王求婚安阳王将女儿媚珠呢就嫁给赵佗的儿子钟实。不料钟实引诱媚珠将神弩偷了出来，悄悄地将其中的金龟爪就换成了一般的机关。得逞之后呢，钟实谎称我们回国就成亲，所以将神弩就带回了南越国。而赵佗大喜立刻率兵攻打安阳王。安阳王自持有神弩，因为他不知道嘛，所以他一边下棋还一边笑道：赵佗，你不怕我的神弩吗？赵佗攻城，安阳王发射神弩，却发现神弩已被换掉了。于是安阳王就带着媚珠大败而逃。他们逃到了海边安阳王穷途末路了，于是就大喊道：我就要死了，清江使者你在哪里？快来救我！金龟当时立刻涌出海面，大喊道：在你的马背后面是叛徒！安阳王立刻拔出长剑，将女儿媚珠杀死。而金龟呢，使海水打开了一条通道，将安阳王接到了海中。所以赵佗大军追赶而来，却只发现了媚珠的尸体所以纵使悲痛异常，也投井自杀了。最后这个故事呢，在越南广为传颂，直到今天，位于越南河内的古罗城遗址东南外呢，还建有祭祀安阳王的安阳王庙，还有祭祀安阳王女儿媚珠的寺庙，而庙内还刻有安阳王史记。在河内呢，还有一条名为安阳王大街的大道和媚珠路，所以越南人从古到现在呢，把安阳王作为他们的祖先来敬奉。越南人自己写的史书里面是把安阳王建立的蜀朝呢作为越南史上的第一代朝代来记载的，这些呢都与中国的历史文献与安阳王的故事记载都相当的吻合。
让我们再回到先前南越国的历史当中。西汉初期呢，由于政权刚刚建立没有力量用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个南越国，所以派遣大夫陆贾呢出使南越。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高祖赐予的南越王，而臣服了汉朝。就在南越国与汉朝融洽相处之时一个人物出现，打乱了这个和平相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女政治家吕后。吕后掌管政权后，就开始和南越交恶，她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以防止南越国制造兵器。那么得知此事之后赵佗火冒三丈，立刻就宣布脱离汉朝，并出兵攻打汉朝的长沙国。赵佗本是武将出身治兵颇有一套，所以呢，南越国的军士一出兵就势如破竹，攻下了汉朝的几个城池。吕后得知呢前线失利消息后，十分恼火，于是就派遣了经验丰富、谋略过人的大将呢，也前去攻打南越。可是呢，事与愿违，北方地区的士兵不适应南方一带的炎热潮湿的气候，纷纷都得病了。所以战争还没有开打，就已经败下阵来。后来和南越国打了几场仗都没有得到便宜呢，所以攻打南越国的事情也就慢慢被搁置了。那个时候中原的大国都奈何不了这个小小的南越国所以赵佗从此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些见风使舵的小国家呢，都纷纷归顺了南越领地。当时的南越国的范围扩张至顶峰时期南越国赵佗呢开心不已，他自己宣称自己是皇帝。面对不可一世的赵佗呢，汉文帝就开始了对南越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他派人修复了赵佗先人在中原的墓地，并设置守墓人，每年按时祭祀，还给赵佗人活着的家族兄弟赏赐官职和财物，说服赵佗归汉。赵佗呢深知汉朝的势力强大南越区域土薄民少，无法和中原的政权抗衡于是呢又去帝号，归附汉朝了。但对外呢，他仍称自己是南越王。赵佗去世后王位传给了他的孙子赵昧。赵昧统治南越12年呢，一直对汉朝俯首称臣。赵昧死后呢，他曾在汉朝入质的儿子赵婴齐继位。赵婴齐继承南越王位之后呢，立妻子视为王后，赵兴为太子。赵兴继承王位后，汉武帝听闻南越国政权危机四伏的消息于是立刻出骑兵10万人，分兵5路进攻南越。所以南越这个小国早已不是赵佗在手的模样了。所以很快呢也就灭亡了。所以南越国的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那么好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了。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